这是让将训犬师最惊心动魄的一次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在问题犬面前翻车了。看着淋漓的鲜血，主人心中掀起了惊天巨浪。因为几年来这样的咬击几乎每天都在上演，明明自己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去照顾它，但谁知狗狗却把主人的自尊心碾碎了一地。原来这只十分悠哉的狗就是今天的主人公，仅从外表你完全看不出它的恶魔属性。女儿在初2时就把花生领养了回来，曾经她也是萌倒万千少女的幼崽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她却越发的潦草了。不过2岁的小白才是家里真正的萌宠，他那爱的恰恰舞简直跳到出神入化。但这似乎也受到了一家人运动基因的影响。原来一家4口都是赫赫有名的体育健将，父亲曾是国家队独木舟运动员，他曾有亚洲锦标赛的5冠王之称，而母亲则是国家队的皮艇运动员，他们都参加过亚运会并获得过奖牌。现在一位是初中体育老师，另一位是医疗中心的教练。俗话说虎父无犬子，儿子目前是一名现役划艇运动员，而女儿也曾是一名射击选手。一家人光获得的奖牌就有300多枚，虽然他们能为国争光，但没想到却被一只狗给拿捏了。看来在花生面前真的是众生平等啊！曾做过10年教练的母亲也有着自己的骄傲，可谁知却被花生狠狠踩在脚下践踏，他的一世英名就此败在了一只狗身上，这极大的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。画面一转，母亲正推着狗狗进行着晨跑，她说狗狗很喜欢尽情摇摆的感觉，所以每天早晚她都要散步1个半小时左右。看来有一个体力好的主人狗子也跟着沾光了。在上车前，她小心翼翼地想给花生擦脚，然而后者却马上发出了摩托车般的轰鸣，甚至蓄势待发，做好了进攻的准备。女儿说，曾经的花生也是只天真无邪的小奶狗，但有一次去宠物店，指甲被剪断流血了，从此她就化身为了进击的巨人。也许是小时候的创伤迟迟没有愈合，那痛苦的记忆才让她变得如此敏感。所以说，不幸的童年真的需要医生去治愈，而这也给一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每次散步回来的擦拭都是巨大的考验，甚至他还要时刻承受着被咬的风险。看到这一幕，江迅脸上也写满了难以置信。母亲真的不知道花生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，即便被咬出血，他也只能默默承受。母亲看着小拇指的伤口，一股悲伤涌上心头。花生已经把反复在伤口上撒盐炼的炉火纯青了。现场的江迅看不下去了，他不断替花生给母亲道歉，但却仍化不掉他心中的酸楚。女嘉宾说，花生跟自己家的狗很像，每次擦脚都会向他不断低吼。他猜测是不是花生的腿受伤疼痛导致的呢？但女儿却说，经过兽医检查后，花生的腿部一切正常，没有问题。那看来他咬伤一家人纯粹就是心理因素导致的了。每次受伤都会让母亲升起强烈的背叛感，虽然他觉得花生的颜值为0分，但毕竟是自己带回家的，秉着同情心，他还是要照顾下去的。男嘉宾问他被咬时就没想过惩罚他吗？但心软的母亲却从没想过打骂他，所以花生的行为才更加刺痛他的心。因为是瞬发的攻击，母亲根本躲不掉，那指尖涌出的是比鲜血更滚烫的信任。丈夫花了10分钟才把伤口止住血，但加害者却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母亲称，花生不仅咬伤过保龄球馆长，即便对美女她也没有怜香惜玉之心，光是急诊室母亲就去过2次了。最近一次在1个月前，看着血流不止的妻子，丈夫火冒三丈。母亲其实也有过给他弃养的想法，因为她觉得咬人的狗根本就没法改正。曾经也有朋友劝她给花生安乐死，但作为相处了几年的家人，她又怎能舍得？她只能默默吞下委屈，把它养到最后。但有时候花生的随时变脸又让人胆战心惊，这跟家里有个随时会家暴的人一样可怕。她的情绪就像天气一般反复无常，一家人不得不每时每刻跟她斗智斗勇。每次洗澡都仿佛一场谍战片，母亲先会为她点零食让她开心，然后抱起她直奔浴室而去，再挡上围栏。面对母亲的牙刷，花生的头似乎要扭断了。此刻双方的心情都紧张到了极点。江迅解释说，其实狗狗不用每天都刷牙的，也许被强迫做不喜欢的事才让它很暴躁吧。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试探花生都没有好脸色，最后她只能放弃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事。30年的运动生涯让他自诩是训人熟手，有的后辈甚至都不敢跟他讲话，但谁知他却在狗子身上遭遇了滑铁卢，这还真是一物降一物啊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会带他出门散步。江迅提醒副驾驶放狗窝属于危险驾驶，更别提他单手撸狗单手开车的行为了。然而母亲一下车，花生就迫不及待地想上位，他好似觊觎司机的位置很久了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狗狗没有驾驶证是不能开车的。无奈的母亲只能全部打包给他带走了。为了让爱犬洗干净，他专门来到了宠物店，但魔法师店长却又让他惊呆了。花生在他手里完全变成了百依百顺的天使，这瞬间又让母亲被强烈的背叛感淹没。没想到5年的情分竟抵不过半分钟的相识，有时候他真想干脆给他送人算了。在家里，花生会随便龇牙攻击一家人，但店长怎么摆弄他都没所谓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差萌吗？这82年的绿茶把母亲气得扭头就走，
更别提花生还允许店长亲她了。这究极画面对母亲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。没想到爱和不爱竟表现得如此明显，那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算什么？母亲现场的大声控诉把江迅都吓到了，他似乎想把这么多年的委屈尽情发泄出来。谁能想到养一只狗还要被精神虐待呢？不知道是不是私底下跟花生学坏了，马尔济斯竟也有了咬主人手的习惯，甚至无聊时他还会咬花生2下子。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出门在外的小白还会跟陌生人耍横了。每次母亲都要把对不起3个字说烂了，似乎任何眼前的东西都能激起他心中的怒火。母亲说自己实在厌倦了被别人指指点点，她真心希望2只狗能变得乖巧些，所以这才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节目。早上6点，母亲顶着鸡窝头准备做饭，但谁知厨房早已被花生设下了屎尿陷阱，她只能先带2只狗出门散步了。等1个小时回家后再准备早餐，叫家人起床。如此自律的超级女性让人十分佩服。一般她会把给狗狗备餐后的食物再给女儿，紫菜汤、明太鱼干、鸡胸肉、南瓜拌饭，这样的早餐无论对人对狗都十分丰盛。可以说母亲真的很用心在照顾大家。儿子说照顾狗狗的事95%都是他在做，剩下换尿垫换水是由父亲完成的。姐弟俩的付出程度几乎为0，这跟夫妻俩养了4个孩子没有区别。不过有时候狗狗在家里乱尿也让母亲十分苦恼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小白竟还会主动承担错误。女儿称母亲早晨上班后狗狗总会在厨房乱尿，江迅解释说这其实是分离焦虑，面对排便失误母亲一般不会骂他们，他会说些好话去表扬他们，希望这样可以感化狗狗回头是岸。但执迷不悟的花生却不吃他这套。其实如果对狗狗只说坐下2个字，他是听不懂的，因为他们只能识别人类的不同语调。自从被花生攻击后，母亲就再也不觉得他可爱了，每天下班后还要分精力照顾狗狗，但是对方却还要不断跟他唱反调，任谁面对这种局面都会心里憔悴。他甚至会因为养狗这件事自尊心跌落到了谷底，好几次散步时他的眼泪都不由自主地落下来。曾经为国争光的他却被一只狗轻易拿捏了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太差才会如此。面对母亲的伤心，江迅由衷地给出了建议，他希望母亲累了女儿也可以带着狗狗散步。也许要强的母亲会说没事的我来吧，但女儿又何尝不可撒个娇直接把狗带走呢？我想狗狗教育失败只是最后一根稻草，也许家里的各种压力才是让他崩溃的原因吧。即便自己受苦善良的母亲也不想抛弃他，他一直秉持着既然养了就负责到底的想法。女嘉宾觉得养狗不应该只是母亲一个人的事，全家人都应该一起帮忙才对。母亲说自己很少向家人求助，但江迅却说他内心其实也很渴望帮助。那女儿为什么没看出这一点呢？母亲坦言，每次看见女儿疲惫的样子就不想麻烦她，哪怕自己累点也不希望给子女增添负担。这不禁让现场的人想到了自己的母亲。其实他觉得照顾狗狗就应该是他负责的事，而家人也都理所应当地把责任推到了他身上。但殊不知母亲也许是女强人，但并非女超人，有时候家人的一点鼓励就能给她很大的慰藉。当训犬师大步流星地来到了现场时，不知道克星到来的小白还在肆意乱叫，花生虽未起身却也发出了低吼。江迅直接蝎子摆尾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然后把他赶到了玄关处，让他孤立无援，再套上绳子后就直接把问题犬带了出去。这代表着一人一狗的巅峰对决即将开始。花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对抗着训犬师，但他还是被训犬师放到了高台之上。然而不甘心的花生用利齿划开了江迅的皮肤，这画面惊悚的简直堪比丧尸片。江迅不顾自己的伤口，想先把花生安抚下来，在对抗过程中他的肛门腺都挤爆了。没过几秒钟，花生就继续加大了攻势，他如恶魔附体了般想毁灭眼前的男人，而江迅的手指也因他的攻击而鲜血淋漓。没想到玩具般的小狗竟让顶尖训犬师吃瘪了。看着这一幕，一家人心中百感交集。江迅小拇指的伤口跟母亲的如出一辙，这玩具般的小家伙杀伤力实在不可小觑。接着江迅想用温柔的语气让花生放松警惕，他说花生看似嚣张，其实很胆小。在一上一下的配合下，江迅成功虏获了他的心。他说在极端环境下可以迅速拉近两者的距离。最后恐高疗法成功让他打开了心扉。江迅仅用几分钟就让恶犬变得如此乖巧，这神奇的一幕让一家人目瞪口呆。伴随着江迅的到来，他们的希望又重新燃起。他说花生根本没想象中的固执，实际上就是在虚张声势而已。今天刚进门，江迅就没有给花生好脸色，但在家里母亲却一直很疼爱他，即便被狗咬了，过一会儿又会很关心他。就是如此的偏爱才造就了花生的跋扈，但同时也让他变得很会察言观色。就像刚才一开始花生还试图攻击江迅，但当他发现这个男人无法被下注时，他马上就认清了现实，对敌人投怀送抱。像这样天生敏感的狗，最好是由情绪稳定的家人饲养，而母亲对花生事事有回应，只会让他更加敏感。江迅建议女儿早上和母亲一起带狗狗出去散步，在回家进门后取消狗狗的擦脚环节。母亲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家里地面变脏，那只要女儿每天勤快地擦地就好了。
同时他要求母亲一段时间内都不要摸花生，而且外出时用牵引绳代替胸背带。他让父亲不仅要参与带狗散步的事，还要经常安抚母亲的情绪。夫妻俩的现场撒糖把节目变成了恋综，母亲娇羞的表情让他们瞬间回到了青涩的恋爱时代。虽然他之后不能再抚摸花生了，但偶尔喂点零食还是可以的。江迅让一家人共同为母亲分担照顾花生的重任，这份细致的体恤让母亲心中暖意涌动。他没想到一个外人竟看透了自己伪装多年的坚强。1周后，节目组又回访了这家人，江迅之前被咬的伤口基本愈合了。他们想知道花生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。镜头下，父亲和花生一副父慈子孝的画面，但在母亲看来，这却是一种背叛。2位嘉宾准备去家里进一步了解情况。他们进门时，小白有种再进一步就爆炸的感觉，而花生却在用滴溜溜的眼睛观察着二人。当女儿拿来平时出门用的背包后，他毫不费力就钻进去，被父亲背了起来。这乖巧的模样让母亲又升起一股醋意。虽然他也能把花生放包里转一圈，但让他出来时却遭到了龇牙威胁，这不禁勾起了他之前被咬的恐怖回忆。不过当父亲呼唤时，他马上就屁颠地跑过去了。看来爱和不爱就是如此明显。男嘉宾假装和父亲很熟，想博取花生的好感，而他也成功俘获了这只势利小狗的芳心。大家猜测，可能这就是异性相吸吧。母亲看见这一幕都快要红温了，她伸手过去想摸一下，但谁知得到的却是花生的低吼。她有种自己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拐跑了的感觉。不过当男嘉宾想跟小白亲近时，却差点被咬。没想到他顶着张纯真的脸，竟干着最狠辣的事。他们猜测他可能是嫉妒心在作祟，但江迅却称小白是把花生当成自己所属物了，所以才会警告别人不要碰自己的东西。有可能他的阶级比花生还要高。这新出现的谜团把大家搞得一头雾水。他一进门就让主人把小白放进了玄关处。他说其实小白是不喜欢别人摸花生的，这都是他的占有欲在作祟。他会觉得花生是自己的物品，甚至有时候会通过舔舐来威胁他。如果遇到老人、小孩或者穿高跟鞋的人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攻击对方，而且对同类来说，他还是个拉帮结派的好手。有些胆小的狗被他霸凌，甚至都不敢发声。可以说，一脸纯真的小白才是幕后黑手。如果想停止霸凌，母亲就要出手干预。身为10年教练的他，格挡得铿锵有力。母亲不断靠近小白，准备教育他，但后者却直勾勾地看着脚，似乎在考虑是否开咬。江迅让母亲直接把他赶下沙发，如此干净利落的动作在女主人中都十分罕见。曾经的小白喜欢在外面称王称霸，而母亲不得不跟在屁股后面赔礼道歉。他把监护人当成挡箭牌，自己则有恃无恐，但现在却被江迅推下了王座，一切都成了泡影。男人嘴里不断低吼着，对他步步紧逼。第一次碰到硬茬，直接把他吓尿了。这和花生肛门腺爆裂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。曾经的小白以为只要咆哮就能解决问题，因为每次这样主人都会对他轻声细语的，而且因为花生的社交能力还不错，所以小白就把他当做了吸引炮火的幌子。而以花生不大的脑人来看，他完全没意识到这件事。况且小白也并不是真正喜欢母亲，他只是喜欢冤大头而已。善良的他就成为了小白可以肆意拿捏的目标。听完江迅的解释，母亲怒气值蹭蹭往上涨。没想到叱咤体坛几十年的他竟被狗狗给玩弄了。母亲大声的呵斥，让花生躲进了沙发底下。接下来就是江迅检查作业的时间。上一周，女儿每天早上都有带2只狗出门散步，这样就极大减轻了母亲的负担，而父亲则承担起了给花生洗澡刷牙的重任。看来江迅的嘱托他们都做到了。他说花生其实是那种多愁善感的贵宾犬，如果主人伤心了，他也会跟着伤心。但小白却属于那种霸道总裁型的狗，他不管你累不累，必须要带它出门。擅长情感操控的小白其实喜欢强势的主人，而花生却心墙高筑，内向敏感。有时候你越热情，可能他就会越退缩。江迅说母亲和他的关系想要改善需要时间，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接着他让母亲拿来零食打破僵局。江迅发现花生正在用眼白看向母亲，因为人类会用眼睛来表达情感，而狗狗在情绪激动时也会左右转动眼球，露出的眼白代表着它的情绪正在波动，而把下巴放在地上意味着它想躲起来。他让母亲长叹一口气，然后伸出掌心，这是给狗子释放一种安全的信号。母亲在坐下后开始呼唤花生的名字，不过后者却对眼前的食物完全无感，他的心门似乎始终未对母亲打开。江迅见状，让母亲走到远处再坐下来，听着主人的呼唤，他仍旧一动未动。这一幕又让母亲有点玻璃心了。他没想到二者的破冰之旅竟如此艰难，但他并不想就此放弃。他一遍遍用最温柔的语气呼唤着花生，也许感受到了他的心意，他的尾巴开始摇摆。面对感性的狗狗，着急是没用的。此刻坐下的花生可能在纠结下一步该怎么办，也许心门渐开的他也在努力说服自己吧。当母亲站起来时，他把掌心向花生打开，而当他靠近坐下时，二者间的冰山终于崩塌了。江迅强调让关系马上变好是不可能的，他让母亲微微起身，让花生下去。面对略微有些尴尬的狗子，他们可以先聊聊天。
然后他继续起身往厨房走去，再慢慢坐下。谁知花生如同粘人精般竟主动跟了过去，他自顾自地坐在了母亲身后。江迅说他已经把母亲当成了可以遮风挡雨的靠山，没想到简单几个动作就让花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江迅说花生只是待在身边，却并不想让主人碰它。镜头下母亲的每次走动他都跟上了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花生如此乖巧的一面。其实母亲一开始并没有对训练有多大希望，她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下节目，但没想到江迅竟带给她一个奇迹。之后母亲和花生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江迅离开而反弹，慢慢的他对母亲的指令几乎言听计从，曾经擦脚被咬的场景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他就好像完全被善良狗哥顶号了一样。一家人终于知道了，原来花生从不是什么恶犬，他只是内心敏感又脆弱，需要被理解而已。其实今天的节目很像是一个关于控制、牺牲与救赎的故事，在训犬师鲜血淋漓的手指与母亲遍布伤痕的掌心之间，我们看到的远不止一场人犬对决。这是一出现代家庭关系的隐喻剧，每个角色都在无意中扮演着困在心理牢笼中的囚徒。其实花生并非天生暴力的狗，宠物店的指甲剪断事件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创伤性时刻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他陷入了典型的 PTSD 模式，任何类似的情境都会触发他的防御机制。他的撕咬并不是攻击，而是深植于记忆中的恐惧在尖叫。当母亲反复尝试为他擦脚时，在花生的认知里，这不是关爱，而是一场又一场创伤重现的恐怖片。而母亲身为曾经的冠军，却把赛场上的执着带回了家。他的付出令人动容，却也暗藏玄机。作为10年的教练，他习惯用训练运动员的方式对待生命，通过严格管控晨跑、擦脚、刷牙等行为来塑造完美。但当这套方法在花生身上失效时，他的专业自尊就被彻底击碎了。虽然他会默默承受所有的咬伤，但却从没真正的设立起边界。这种无限度的容忍，表面上看是爱，实则是某种深层的自我证明。只有我能忍受他证明我特别重要。而当宠物店长轻松搞定花生时，他的崩溃不仅源于背叛感，更是因为他的价值证明被剥夺了。他曾对子女说，看见你疲惫就不想让你帮忙，这听起来无私，却也切断了真正的亲密。心理学中的依赖恐惧让他无法示弱，最终只能独自背负起整个家庭的重量。而小白也很喜欢玩权力的游戏，他绝非一个无辜的旁观者，他在家里扮演着精明的权力攫取者，利用花生的恶名来打掩护，实际上自己才是真正的操纵大师。他会精准识别到每个人的弱点，对母亲进行情感勒索，对花生实施精神控制。他的霸凌行为恰恰映射出了这个家里失衡的结构，最弱小的成员反而通过操纵获得了最大的权利。其实这个冠军之家陷入了一个奇妙的心理共谋，母亲通过过度负责来证明价值，父亲和子女通过被照顾来维持表面和谐。所有人都默契地维持着母亲是唯一受害者的故事，因为这可以让他们免除自己的责任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而江迅的介入之所以有效，不仅是因为他驯服了狗，更是因为他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心理游戏。他禁止母亲抚摸花生，是强行终止他的拯救者模式，而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参与进来，则是瓦解了病态的依赖系统。最让人动容的转变其实发生在最后，当母亲停止追逐时，花生反而主动跟随。这说明了真正的亲密永远发生在控制终结的地方。花生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监护人，而是一个不再把他当作自尊心筹码的主人。母亲需要的也不是更努力的付出，而是学会在子女面前展现脆弱，在丈夫怀中放下坚强。想一想，我们家中是否也有自己的花生呢？那个因我们过度控制而愈发叛逆的孩子，那个因我们过度保护而永远长不大的伴侣，我们是否也戴着母亲的面具，用付出的枷锁囚禁着所爱之人，更囚禁着自己呢？当鲜血流出的那一刻，不仅是皮肉之苦，更是一个系统开始崩溃的警报。真正的治愈在于我们敢于审视自己，那只让你流泪的狗狗，或许正是你内心深处照见自己的镜子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